这个男人疯狂奔跑着，他已经几天几夜没有进食，可这冰天雪地却没有任何可以当作食物的东西。最后他只能捏起土堆上的蚂蚁，心一横塞进了嘴里。这个男人名叫穆德，是一个阿富汗人。几天前他被美军发现，被逼得走投无路时，穆德扛起了捡来的火箭筒，瞄准外面的3名美军，扣动了扳机。伴随着一声巨响，3名美军被全部炸成碎片，但这也惊动了附近盘旋的美军直升机。穆德飞快地奔逃，成功躲过了直升机的机枪扫射。然而一发导弹在不远处炸开，强劲的冲击波将他震倒在地。穆德就此沦为美军的俘虏。穆德被蒙上头套，带到了美军营地，一名军官负责审问，但无论用什么语言如何逼问，穆德都是一言不发。军官冲着穆德破口大骂，又命人将他拖了下去。穆德被剃成光头，又再次套上头套，被投进了监狱。美军士兵将他捆在床上，用气管朝他鼻孔中注水。穆德被呛得连声惨叫，接着又被拎起来一顿暴打，直至口吐鲜血，倒在地上失去了意识。不久，他和其他罪犯一起被押上卡车，转移到另一处监狱。夜晚，车队行驶时突然发现路上有几只野猪，一辆卡车急转弯不慎摔下公路，滚到坡底。穆德也从车中跌了出来，好在他没受什么伤，立马就爬进周围的灌木中躲了起来。趁着现场混乱，他看准时机逃进树林中，一路狂奔，直到跑不动了，跌倒在雪地里。刺骨的寒风以及冻肿的脚踝都在提醒穆德，再逃下去会被活活冻死。思来想去，他又回到了马路上，高举双手准备回归囚犯生活。谁知路上就只剩一辆卡车了，而车上的2名司机都沉浸在音乐里。穆德趁他们不注意，偷偷拿走了枪，冲着他们就开了2枪。解决掉司机后，穆德穿上他们的棉衣和靴子，赶紧驾车逃离。开出老远之后，他这才放下心来。这时，穆德在车内找到一根铁丝，他试着解开了手铐，又拿着车里的食物狼吞虎咽。这时，不远处突然传来一阵螺旋桨的声音，探照灯也投了下来。穆德明白自己又被直升机锁定了，赶忙驾车冲进风雪中，在树林间奔逃了一夜。天亮时，穆德紧张地四处张望，不知自己是否甩掉了追击。然而在白天，直升机的视野格外开阔清晰，飞行员相隔老远就发现了穆德。穆德听到逼近的螺旋桨声，急忙躲进了附近的树丛。直升机失去了目标，只好暂时撤退。但一队美军士兵已经赶到了这里，他们牵着军犬四下搜查，绝不会轻易放走这名逃犯。祸不单行的是，穆德在逃跑途中还踩进了雪地里的捕兽夹，腿脚的剧痛令穆德止不住的大声哀嚎。他拼命挣扎也无济于事，听着越来越近的犬吠声，穆德赶紧脱掉靴子，挣脱了捕兽夹，赤脚踩在雪地里，踉踉跄跄地逃离。很快，美军就搜到这里，并发现了靴子和血迹。他们让军犬仔细嗅着穆德的气味，然后跟随军犬长驱直入。穆德明白，这样下去自己肯定会暴露。突然，他发现不远处有一只乖巧的边牧，正趴在地上朝他摇尾巴。穆德灵机一动，将沾血的袜子挂在边牧脖子上，然后赶跑了它，自己则远远躲开，企图以此引开追兵。但有一只机敏的军犬还是发现了穆德。慌乱中，穆德脚底一滑，跌下山坡，直接摔进冰冷的湖水中，而军犬和一名士兵也掉了下来。穆德刚刚爬出来就被军犬一顿撕咬，他惨叫着掏出小刀拼命还击，最终杀死了军犬，然后换上那名已经摔死的士兵的防寒服，继续跌跌撞撞地在雪地里跋涉。天黑时，他走到一处草垛旁，精疲力尽地倒在里面，很快昏睡过去。早上，穆德被几只来草垛旁探头探脑的麋鹿惊醒，他慌忙地爬起身，拔出手枪四下张望，确认周围没有追兵后才松了口气。但一阵难熬的饥饿感随即袭来，在这种严寒中，如果长期空腹的话，防寒服也保不了他的命。只是这茫茫雪地哪有什么能吃的呢？穆德四处搜寻，却只发现了几只蚂蚁，这还不够他塞牙缝的。饿得头晕眼花的穆德甚至连山坡都爬不上去。穆德绝望地蜷缩在一棵树旁，看着眼前硬邦邦的树皮，他费力地掰下几块啃食着。这时，远处传来机车的声音，
他循着声音过去观察，发现一辆满载木材的货车即将发动。穆德飞快地冲过去，爬到那堆木材上，搭上了这班顺风车。不久，货车抵达一处伐木场，几个工人正在锯树。穆德赶紧跑下来，躲到背阴处观察情况。他现在已经是被通缉的目标，被任何人发现都要承担致命风险。但他万万没想到，一棵高耸的大树被锯倒时，居然不偏不倚地砸向自己。躲闪不及的穆德被当场砸晕，直到第二天，伐木工来分割这棵树时，他才被惊醒。醒来的穆德一见伐木工发现了自己，赶紧将他扑倒在地。但穆德现在不过是个虚弱的伤员，很快就被对方挣脱，反过来痛揍了一顿。但在对方转身时，穆德猛地拽倒他，并将那人按在一旁的电锯上。高速运转的锯条发出尖利的切割声，伐木工的鲜血喷溅到穆德的防寒服上。穆德扔下还在抽搐的受害者，失魂落魄地跑开了。这是他杀的第一个无辜平民。愧疚难当的穆德来到湖畔，脱掉手套，将双手伸进刺骨的冰水中洗濯着，仿佛要洗去自己的罪孽。之后就捂着躯干的伤口，举步维艰地继续赶路，但很快就因体力不支晕倒在地。或许是上天眷顾，醒来的穆德发现灌木中结着一颗颗野果，他摘下所有野果，边走边吃。很快，穆德产生了幻觉，一个蒙着蓝色纱巾的女人赫然出现在旁边。穆德惊讶地走过去，却发现她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接着又来了一大群边牧，围着他叫个不停。穆德的精神濒临崩溃，他痛苦地躺在雪地里，等待着幻觉的消失。不久，穆德走到河边，看到一个男人在钓鱼。饥肠辘辘的他跑过去，抓起地上的鱼就跑。男人无语地看着这个疯子，不知如何是好。穆德跑远后，就捧着活鱼，不顾一切地啃了起来。虽然暂时填饱了肚子，但穆德却依旧干渴难耐。吞下冰雪固然能摄取水分，但也会带走体内仅存的热量。这时，穆德发现，在路旁有一个女人正给婴儿喂奶。他犹豫了一下，走过去，掏出枪威胁女人，然后发疯一样扑了上去，拼命地吮吸着母乳。女人被压在他身下，奋力挣扎，但很快就不再动作。喝完的穆德惊讶地发现，女人已经被他压死了，怀里的婴儿还在嚎啕大哭。这时，道路的一头有车驶来。穆德慌不择路地逃离了肇事现场，他跪倒在雪地上，几乎被巨大的负罪感压垮。自己只是想活下去，却接连害死了无辜的人。夜幕降临，穆德拖着负伤的虚弱身躯走到附近的一处民居。他透过窗子看向屋里，发现女主人正惊讶地看着他。这时穆德失去了意识，扑通一声栽倒在窗前。女人赶紧出门查看，并将昏迷的穆德拖进屋里，打开火炉温暖他冻僵的身体，却发现了掉落出来的手枪。他忐忑不安地掀开穆德的外套，发现鲜血已经浸透了衣物。女人赶紧拿毛巾按在伤口，剧烈的疼痛将穆德唤醒，他面容扭曲，大声惨叫着。这时，两个警察找上门来，询问女人是否看到过穆德。但女人是个聋哑人，她觉得穆德可怜，就没有将他供出来，只是比划着手语表示安全。警察见状也就没再多问，掉头离开。女人回屋继续为穆德处理伤口，止血后用绷带将穆德的腹部完全包住，还为他换上了干净的衣物以及厚厚的羽绒外套。但女人对穆德已是仁至义尽，她不可能把穆德一直留在这里。天亮后，女人打开房门，穆德只好起身离开。这个善良的姑娘还牵来一匹白马，驮着穆德。但没走多久，穆德的伤口又裂开了，他无力地伏在马背上，咳出大口的鲜血，染红了白马的皮毛，血越流越多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只见一匹染血的白马在雪地里走着，而马背上已是空空如也。穆德是个战争中的苦命人，被侵略阿富汗的美军逮去百般折磨，逃走后也受尽苦难，挣扎求生。为了活命，他杀害了无辜的平民，甚至连女人和婴儿也没有放过。而自己的人性也被渐渐剥离，最后只剩一具麻木的空壳，悲凉地消失在漫天风雪中。而这只是战争危害的极小缩影，战火散尽，和平长存，是人们亘古不灭的祈愿。